是天黑以后光的阑珊，你是入眠的晚安，写不完的温柔桥段被你填满，习惯了你的习惯，不孤单，你是回家亮着的灯盏，你是不凡的平凡，每一滴没流的泪应被你保管，都让我更勇敢。喜欢光阴浮沉，浅浅青春，就我们两个人，从无人擦肩碰撞永恒幸福的可能。喜欢时光无声，浅浅青春，简单的两个人。喜欢越陷越深，喜欢你说我们，喜欢有你在的旅程。你好，肉丝面。好嘞，稍等啊。你这位美人，敢这么明码呼叫我？叶忠良叫我回去，你那边是不是有什么动作了？哼，你放心，就像你交代我的，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进去溜达了一圈。不过呀，他们不会有人相信我什么都没做的，对吧？行，那我先挂了。哦，抱歉，我有事不能吃了。这个多少钱？微信扫码13块钱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了啊。好，欢迎下次光临啊。林泽，你不是，你还活着？你是活着就好。小胖，我是小胖啊。小胖，洗印店小胖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洗不是吧？就在前面，我带你去。小，你那开之后啊，这家洗印店我也一直没租给别人，所以一切还都是老样子。你当时叮嘱过我，什么都不许动，所以我也就什么都没敢动，都原样放着呢。该说的没说，该做没来得及做，剩了好多。对了，你还记不记得前年过年的时候，我送你那新年礼物，就是那个红盒子那胶卷，拿这个套路套路姑娘呢。听哥一句话，是不是马上就有女朋友了？女朋友？对啊。就那陈梦，打架超厉害，又二又虎，天天跟着你那姑娘。你是不知道，听说你殉职的消息以后，陈梦有一次来，把自己关在这间冲洗室里，好几天都没有出去，还是我们家小胖冲进去，不然。是啊，我进这个屋子的时候，就看见陈梦
特别颓废的在那儿，身边全是喝完的啤酒味。哎，我们玩游戏好不好？玩什么游戏？我跟你说个魔剧中的游戏，你羊顿挫知道吗？你就把他们当做什么大萝卜大白菜，反正你不喜欢吃的青菜就好。我本来就要是给你，这是你人生福，现在就开始了。送饭，好巧，你也在这吃饭。连喜欢吃的菜都一样。要不咱俩凑合凑合过算了，就是凑合凑合当朋友啊。要不是你挣了，就不会有转系的机会；要不是你，我们的行动就不会暴露。因为当检察会打就够了。你现在连基本警校毕业的水平都没有达到。该说的没说，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，你有你必须要做的选择。但是现在，你有我了。对，你有我了。你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想报答爱情。距离有时太奇怪，太过靠近就会显得不安。你出现不是为了留下来，比以往更难看。一步一步填满以后，还要再错过。里面都有我，心里预设的曲折，还带点深刻。命运的荒唐，我要来配合。反正你不会是我最后的过客，那些温暖你要记得，时间的洒脱。你说，我听着。喂，叶先生。啊，出了点小事故，没事儿，我马上就到。好。将军，不行不行，您比我多学1年，就得允许我多悔其一步。好，好，好，那这样，咱俩再下一局。好啊，反正我正好可以跟您再多学学。你看看啊，你这才学了1上午，就吓成这个样子了。我们的梦梦真厉害。那还不是叶叔叔您指导有方啊。哎，嘿嘿。叶叔叔，哎，我想跟您坦白一件事儿。说，我们梦梦还有什么秘密瞒着你叶叔叔啊？其实呢，我一直在私底下调查那个乔英泽。你在调查英泽，是不是程宇让你去的呀？啊，你看看，你还没成为人家太太呢，就帮他做这种铲除异己的事儿啊？看您说的，我陈梦才不是那种对男人唯命是从的人呢。我调查他，是因为我之前的确见过他，并且他的身份不是谈判官。叶叔叔，您从我小的时候就对我和妈妈照顾有加，
现在我又是博瑞集团的一份子，您就像我的亲人，那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帮您调查清楚思琪身边的人啦。那你跟我说说，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啊？和陈宇哥一样，是我多心了。这个乔英泽以前的确在国内打过工，但很快就到美国入职了。我倒是有一个小小的困惑。你说，拍卖会那天，他为什么照那么多照片呢？叶叔叔，您想啊，这是您给他布置的任务，那他肯定……因为我确实觉得那个人有问题。叶先生，您的疑虑，我亲自来为您解释。那个人买下那批画作之后，跟程宇哥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我担心这个人是否会对博瑞这批画家造成一些不可预知的影响。毕竟艺术品的价格一直处于一个比较敏感的地带。如果这个人做出一些不谨慎的行为，那无论是对您还是对博瑞，都会有很大的利益损害。所以这个事情，我必须要谨慎。那这个照片，你又该怎么解释呢？叶叔叔啊，我想起来以前我在警校的时候，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说过，要得出结论呢，就一定要有证据。我觉得乔先生拍的这些照片，也是为了留着当证据吧？不知道我猜测的对吗？我拜托了您的助理，因为他的身份，可以让我掩人耳目地了解到，这个人跟程宇哥到底有什么样的矛盾。虽然我不知道他能够兴起多大的风浪，但是您放心，我会盯紧他的。看来呀，我们这帮老家伙真的该退休了。哎，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？路上出了点事故，车在修了。哦，人没事就好。啊，梦梦，你去看看，茶泡好了没有？好。这个是这周末啊，你打这个电话，会有一笔特殊渠道的资金打到你的账户上。你的任务就是在半个月之内把这笔钱洗白。好。坐。叶总，叶先生，您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？老毛病了，死不了。我这条命啊，是别人用命换来的，哪儿那么容易死啊？再说了，我呢还想看着你跟思琪、程宇跟梦梦结婚，到时候啊给我生几个大胖孙子呢。我啊一会儿呢还要见一个老朋友，英泽，拜托你送梦梦回家。好。啊，包。啊。去吧。因为乔英泽是思琪的未婚夫，你害怕他会超越你，代替你，所以你就把所有的假想都安排到他身上。现在甚至怀疑到了我。如果你这样，我们就不应该继续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对呀，我怎么会怀疑他呢？喂，谢总，你要的摄像头视频发到您的邮箱里了，我看过了。您还是再看一下吧。
你知不知道，口香糖跟薯片一起嚼会消失的。口香糖的主要成分是胶基，胶基是一种有机物。薯片中含有大量的植物油，植物油也是有机物。有机物跟有机物之间一般都会互溶。但口香糖的胶基分子数比较大，不能完全溶解，所以不会完全消失。你这么笨，还能记住这个，并不容易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对不起，我记起来的太晚了。请你冷静些。喂，英泽，我到了，我就在楼下等你。好。梦，你不应该来这儿。肖先生，思琪应该已经在1楼等你了吧？我们快到了。你看着我，我是林泽。我是林泽。肖先生，林泽是我最爱的人，但他已经死了，1年前就死了。你早就知道。现在对我、对你、对我们身边任何人来说，我们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林泽，英泽，他可能需要去医院。你没事吧？你对密闭空间的恐惧是最近才有的吗？对。那最近有发生什么对你来说打击很大
或者很意外的事情吗？英泽之前在一场大火里死里逃生，最近才刚从国外治疗回来。如果您需要之前的医疗档案的话，我马上给您转。不用了，既然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我尽量避免就好。可是如果不查清楚的话，自己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得先走了。哎，英泽，你闻一下吧，香不香？香。哎，那个头发，我给你撩一下。哇，你出什么事儿了？他想起来了过去的所有事。秦军，你怎么？明天我会去收这笔钱，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，应该可以找到资金账户和生产假币渠道。嗯，最后关头了，别出什么问题。我知道，1000万那里，我们会继续追踪。如果你找到证据，他应该会露面。林子，事情是……秦军，我知道是任务需要，希望能确保陈梦的安全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林子。其实秦军……小朱，林子，有什么话，等任务结束以后来找我。你想说什么，我都接受。这……他想起来，不是很好吗？但是，假装不喜欢一个人，真的好难。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忍住，你已经做得够好了，只要换作是我呀，怕是从刚见面就要开始哭。你忍了这么久，长大了。但其实，他就算一直都不记得我，只要那个人是他，只要他还活着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你这次啊，是真的刷新了我的恋爱三观，这死人都能被你给爱活了。夏天，我跟你说，他给我等着，等他这次任务结束了，我也要去申请当卧底，我也要失忆，我也要半年，不，至少1年不认识他，也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锦辉甩回给他。好，这是你说的啊。你要是不失忆啊，我就把你给打失忆。是不是？这就是交友不慎。喂，你别怪秦局，他不告诉你，是担心你们俩感情会影响你的判断，也担心齐成宇会发现什么。我会完成好现在的工作，之后的事情，之后再说吧。好，那你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你说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。
你得对陈梦，对我们负责，懂吗？哎，还有，任务完成之后，你会回分局的，对吗？我不知道，这样一个为了任务要完全放弃自我的工作，是不是合适？夏天，你开门啊！夏天，你是生我气了吗？其实林泽的事情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们。我走了1年，我没有告诉你我去干了什么。我每次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我都特别想告诉你，我忍着也很难受。但是我有任务，夏天，我们不合适。夏天。你别逗我，这种玩笑开不得，夏天。我没逗你，真的。我谈过很多次恋爱，但每一次无疾而终。我很清楚，失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我觉得，再好的感情，哪怕好的像梦梦跟林泽那样，都终将有一天会分开。我不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两个人可以走完一辈子。这不林泽回来了吗？我突然就觉得，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奇迹。那你怎么就知道我和你不能走完一辈子？我不知道。我确实也不知道。忘了什么时候开始醒来，也忘了什么时候入睡，忘了什么叫做真正结尾，也忘了时间不会后退。凌晨3点钟的天空有嫁给我，夏天，嫁给我。骄纵的叫自己被掏空。就让我干干净净的忘记，可能是说到了你心底。我的青春握不住的时间老去，
现也离去。就这样，干脆让不能拒绝，不能离婚，你这一辈子只能出现丧偶，不能出现单身。剪去的头发又长长。该说的没说，该做没来得及做，剩了好多。请你再等等我，这样的情节我还从没想过。人的距离有时太奇怪，太过靠近就会显得不安。你出现不是为了留下